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是很热门的题目，谁要跟你告白了？谁将要跟你告白？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可以按下暂停哦。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牌是宝剑1。按下暂停的话，会有一个标志顺往旁边移一点哦。宝剑1。好，第二张牌是宝剑5。好，第三张牌是这个是隐士牌。好，我想你们都很会选了哈。那只要目光很难移开它，就表示共振最强，那你就可以选它吧。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咯。那我们就从选到第一张图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好，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哈。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下翻哈。好，来5张哈，来第一张。好，第二张，第3，好，第4，一样我们先盖好，第5，好，它是从权杖7做一个核心开始哈。算是比较艰难，我觉得算是比较艰难的一点的意思是说，他其实目前为止，他还不算完全准备好要跟你告白的勇气。那他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定位好，他跟你告白之后，他将要成为你的谁，或是他就是还没有想好自己该是用什么样子的角色成为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平静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挣扎完了，他的勇气跟他决定要跟你告白前的那一个混沌跟混乱，他已经结束了。他现在最难的是，他已经走到了你身边，即将要跟你告白前，他突然有一股非常强大的自省能力从他内在里爆发出来。那这一个自省能力的爆发，让他更慎重的去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可以成为你的另一半，或是提出跟你交往或跟你告白。他突然很认真的去思考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己能给你什么。他突然很认真的思考说，自己是否只是莽撞的一意孤行去。那很特别的是这些问题应该他之前在平静之前应该都想清楚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他因为极度冷静了，所以在最靠近你的时候，他突然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应该要更清楚。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想清楚，而是他觉得要更确定，所以他的内在性格这个时候跑出来了，最内在的一个稳重的性格，很认真的性格跑出来了。他也不是想要争夺你、掠夺你、占有你，他是真的认为自己应该要好好的看重自己，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出现的这件事情。他突然冷静下来了，思考。那这个思考的内容也包括了他跟你告白之后，他想要带你往哪个方向走，想要慢慢的给予你什么自己。反而我觉得他这比较像是到了第2阶段，前面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他前面就应该要想，可是他前面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挣扎着自己该不该跟你告白，挣扎着自己
有没有勇气？好，结果有了勇气，好不容易到你面前了，要开口前，却才因为女祭司牌的出现压住他，警告他，告诉他说：等等等等，喂，你还没有想清楚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就是你是谁？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要告白？你想到了吗？还是你只是玩玩？这些在非常安静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一些非常郑重的警告跟提问，他在心底浮现出来。我自己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因为很多人几乎没有机会遇到这一个瞬间，他有，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不一定他是慎重稳重或有责任感的。我倒觉得他是被直觉眷顾的，他突然有这个意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我不认为这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或是很有悟性或很有灵感可以体验到的、思考到的，但他有。那从这边看起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棒的人。好，他在告白之前的刹住脚的这一个灵性的开窍，我觉得他算是一种精神面的突然开窍，但没有办法，女祭司牌自己出现了，他希望他重新建筑他内心的世界，在告白。女祭司是出现了，我个人认为女祭司的出现有点多此一举，因为我发现这一个人的其他内在都还不错，但我必须尊重女祭司牌这个时候刹住车是否想要好还要更好，或是他顾虑到了其他的点，我也不知道，但确实把他拉住，希望他郑重的想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在这个时候出现。那女祭司牌帮他刹住车之后，他内在有出现一个新的思维，叫做我告白了之后，我能带他去哪呢？这个倒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问题，在这一个告白前出现了，我觉得比较新颖哈。很多人告白之后不会想到这个，通常都是先处理完告白这一个难关，这一个关卡之后再想。但他突然觉得，告白之后必须要连带的把这一个思维一起交付给你，就是告诉你说，我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我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成为怎样的恋人。他是个有计划的，有比较有前瞻性的远见的，他没有只是玩玩，这一点算是不错。其实我觉得对你们两个来说都算是一个幸运的瞬间哈。好，我看一下其他的。好，这里呢强调了他的内心的许多的小小的未知跟不安啦，但是搭配了宝剑6的状态，我觉得是一起的。他告诉了你他们要往什么方向，他想把你带到什么方向走。那他也有计划可以一点一点的走下去，但是他心里对于这一件事情是否可能期待落空，或是是否努力白费，也或是他其实也没十足的把握，他要走那个方向一定会得到，一定会完成。他心中的不安当然也是并行的啦，同时存在的。那这一部分被我们翻出来了，我们就一样可以体谅，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哈。他很想做得很好，但是他只能面对未来有很多他没办法说准抓准的东西。但至少在这一个点上，我觉得他的勇气十足，跟他的自信跟他的责任感都算是充足的才告白，蛮好的，至少可以认真考虑这一个人的告白哈。好，我们在这里我来看一下，这边有哪一张牌是我感到好奇的，我们来仔细看清楚它内在的讯息哈。我们来看一下隐士牌在这个位置，它到底要确定多深的东西，要确定多清楚的东西哈。我来帮他看一下。好，一样哈，3张哈。来，第一。这里好了，第2，好，
3。来，我们这排推上去一点，然后肩膀有点下面。顺便让我想一下，B6了哈。我觉得他在你前面刹住车，其实这一个情况非常常出现在一个人要告白前最接近的时刻。有的时候理智会崩线哦，喷发，会瞬间刹住车，但是我觉得通常都是一个蛮好的瞬间啦。那以他的角度来说，他突然发现他好像忘了去问他心中敬佩的有智慧的人觉得如何，他忘了请求他的朋友帮忙看一下。那他突然有警觉到自己的自信有点爆棚，似乎忘了听取其他的声音。所以这一个冷静，我大概知道女记事牌想要给的是一个讯号是，你还没有从他人跟其他人信任的眼光中确定你为何要去告白，你用什么角度，用什么身份，用什么态度，你的盲点没有抓出来。这里有这个讯号，所以女记事牌其实给了一个多重的暗示。那，他也有在暗示这一个人说，有一件事你忘了想，就是你以前过往的爱情失败经验，你是否要连带着再带入新感情，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用一种全新的、全然的新的态度去看待一份新的感情，而有努力的回避掉以前爱情的挫折感，或是惧怕、害怕，而不是只是试试看这次会不会比较好的心态。我觉得女记事牌之中带来了蛮多的回音，但我们要翻的是隐士牌，只是我觉得隐士牌所要确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他需要他的朋友的声音，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朋友的声音更受女记事牌的干扰。我必须说，这两张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啦。一个是所谓的，就像我平常说的，像盖房子，这个隐士牌它是希望他去想清楚他在盖什么样子的房子，而女记事牌比较讲是说，你要往什么样子的风格的房子盖下去。所以这三张牌其实也算是，在我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这两个牌干扰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只是为了隐士牌翻。即使翻出来之后，我还是完全被女记事牌就干扰。所以你要我现在突然觉得说，那我们为了这三张，我们这张牌是为了隐士牌在翻的话，它连接到了什么？我觉得我错过了翻这张牌的时候是为了要连接隐士牌，反而连接到女记事牌更多。所以对于我要回去隐士牌这个部分，讯号就空了。反而是女记事牌给的更多，所以我刚刚就这样解释了这些，因为我觉得女记事牌给的声音更大，隐士牌他只多多少少给了一点点所谓的他的朋友需要去认真的帮他确定一下他在干嘛啦，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子。那我只能说，他这一次我用很白话的方式来讲，他这一次在要告白前先刹车这一件事情，他确实有盲点，他的盲点是在于他其实没有把自己想更清楚，所以他需要再去问一下他觉得最有智慧的朋友看看怎么样。这里有这个讯号，然后需要去勾回他以前一些爱情失败的原因。这里也有在讲说，趁现在最冷静的时刻，应该要去回味，或是去回想一下，到底为什么之前失败，而这一次有可能会比较成功。他必须要去想这个东西。跟我刚说的一样啦，他在最后关头的时候刹车了，确实是有被其他的东西影响的。他算是比较被高度的理智拉下来了啦。好，那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哦，至少他停了。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位置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权杖七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权杖七他说了，他应该是
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自己一个人决定要去跟你告白，也难怪后来女祭司牌觉得他需要去问一下更有智慧的人。那如果这个解方已经出来，那我可能就不需要翻了。我看看，其实这些也都没什么问题，这些都已经很顺了，没有什么。好，没关系，好，那我就不翻，不对，再针对这5个翻，我们再往下翻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其他的牌。好，来哈，第一个。先这样，我看一下哈，6哈，他这边有呼应了女祭司牌，因为我就跟你讲，这里太接近女祭司牌，它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女祭司牌说，他除了需要去找有智慧的人来给他意见之外，他还需要去问问旧的朋友怎么看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必须说，他这一个告白，他原本是只完全依靠了自己的意识跟自己的想法要去告白的，结果被其他的能量拉住，似乎他还是处于在一个莽撞的点。即使我们刚刚说他前面已经想清楚了，然后进入一个非常静止安静的状态之后，他要跟你告白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节奏顺序。可是最后还是又被其他的外力去拉住了，表示他应该没有准备好，或是他没有发现你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出现。那我想从这里看到一点，就是你跟他其实不算熟，他可能认识你跟看到你时间没有非常久，但是他有一股冲动跟一股对你的热爱，他想要跟你告白。但是我必须说，女祭司牌带来了2组牌，需要他去问他的老朋友跟他最好有智慧的朋友，这2个单位的意思其实是为了要鉴定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他们在鉴定一个是现在的时机好吗？我不知道他要鉴定什么时机好吗？我觉得他有更多的讯号，更像是有人好像能够嗅到某一个味道，是你们2个现在好像还蛮不适合告白，好像需要缓一下，好像需要先做一下朋友之类的。因为我这边感受到的是2股刹车的力量。那我觉得他现在能量突然置入了2股新的能量，朋友能量，我想好像有一点点在说，你们还不够熟到要告白了，先去认识一下。今天这一题，我觉得我确实是有感觉到直接告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其他的牌都有需要再等一下，或是需要他的朋友再去帮他看一下的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似乎能量有感觉到时机是不好的，或是时机还不够好，或是有点太冲了，再等一下。好像有点觉得你们2个人的个性适合先做一阵子朋友之后再告白比较好，因为现在看起来你们2个人的连接跟熟悉度并不深，因为恋人牌在一个非常谨慎的位置跑出来了，他在说你们的交流跟关系都还处于在一种片刻、片面、短暂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就去告白。除了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告白之后才开始认识，那不如回到前面一点，女祭司牌给的2股拉扯力量，说不如先交朋友，认识久一点再告白。那我这边所得到的讯号是2种都可以，只是熟视度的先来后到而已。那我个人是觉得可以直接告白，我觉得惊喜更多。我觉得女祭司牌这边所拉住的那2股有智慧的朋友跟老朋友的建议，我都觉得多余。
我觉得太保守。我觉得可以直接开始。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我看到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个未来的有趣性出现了，就是我看到了你这里有一个讯号，似乎很欢迎被告白的一种期待、跟喜悦、跟雀跃，从你这边而来。而不是像牌面是从他的角度去看他那边，我这里所感受到的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你。我反而觉得他其实不用踌躇这么多准备他可以直接告白。我发现你以他这个能量的感觉不错的情况来说，我觉得他的告白会让我们在看的人觉得蛮欣喜的，蛮不错的，会觉得先告白再说，应该都 OK。因为我觉得看到这边没有什么太多问题耶。能量上没什么太多问题，反而翻出了蛮多。为何要等一下？为何要理智这么多？我反而有这个讯息。那你看，世界牌在这里，世界牌希望我们理解的是，好吧，如果世界牌在这边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排除我的想法，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么多，都是对方在决定。那这边世界牌想要告诉你跟我的讯号是说，他有点说门还没有打开，还在确定最好的时间点，也就是说，对方那边应该还没有那么确定什么时间跟你告白最好。我跟你说，他本来就要告白了，可是后来停住了，的确有很多，我们要这样想，应该有更好、更完美的时机告白会更好。好，那既然牌面，我觉得需要让你们两个先从做朋友开始的话，那就这样吧。不过我真的看到了蛮多讯号，是觉得没有差别，但是也许我少看到了那个安全步骤。但那如果他们觉得要再等一下就 OK， 毕竟世界牌在这边，他给的讯号是，好像还没有这个告白之门的门还没打开。他现在如果去告白，就有点像是把门破门而入。好吧，牌面上说还没到，再等一下下的话，那就再等一下就好，有点小让人失望了。原本我以为他就快要告白了，我原本以为他其实已经要告白了，在前面再踌躇一下、思考一下就要告白，没想到我们往下翻，发现他不只是停止一下想一下，而是有别的力量，而还有他缺少了一些别人的想法。好吧，那我们再翻一下，看有没有别的讯号。我觉得这牌现在它在让我们理解这一个小小的等待很重要。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先接受一下吧。至于有多重要，目前是没看到了，但是似乎他这两造朋友的想法对你们这份关系还蛮重要的。不过我必须说，他的老朋友跟他要去问一个很有智慧的朋友，这两个朋友你都不认识，我没有觉得有没有连贯。那我觉得应该是只是要确定一下，这个要告白的人他自己准备好了没？那从这边近摄看来，他的朋友似乎很关心他是否从上一段恋情到现在是否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全然健康、全然完整的人在告白，而不是去依赖一个新恋情或什么。但是我也有看到他看到你的时候有一股要告白的冲动，表示他很喜欢你，你很吸引着他。来。直接翻就不那个。这一题蛮复杂的，因为它有，我觉得这组声音很多，这组牌很吵。我觉得不只有，我觉得有好几个地方都在表达某个想法，就是再等一下比较好。可是他们的想法表达的方式很多，我觉得我现在被很多牌面给的讯号干扰的很严重，所以我整理出来，我知道他们要说的就是再等一下比较好。所以我要仔细听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来，我们先看这3张新的牌。那
下面的牌，我觉得似乎跟其他的位置牌想法又不太一样。下面牌第一个说，直接告白真的很 OK， 没什么问题。这牌权杖骑士说可以，跟上面似乎不同调哦。权杖骑士说可以。那宝剑2又说，再等一下，你还有一些盲点没看到，再跟他说，再等一下。他们也没有，真的是有点各牌哈。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意见不？因为他们不顺，他们本来应该要接构筑造句，你就是在想，他们可能3个会有一个造句，他们可能这里会有2、3个造句这样，就这些造句做，你就会知道说他的牌面的想法是什么。但今天没有，他们没有要彼此造句，他们有各自想要表达的意见。我把它简化来说好了。权杖骑士说没问题，就告白吧，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圣杯6这里讲的是说不行，你还没问他还没问最熟的朋友的意见，这也是这样。然后恋人牌在这里又出现说，你已经错过了第一次见面或第一次认识的时候的那一个冲动点，已经错过了那个冲动了，就不要再冲动了。这样。那世界牌在这里讲的是说，希望我们理解，目前还没有那一个好时机，门没有打开，那个为你们所准备好的那一个告白的下面那一个世界还没准备好。这边讲的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个很多讯号，这一次它没有连起来，所以对来讲很复杂。然后我又多翻了3张牌去看底下的东西，我才发现原来噪音这么多，想法那么多。那我们在翻这新的3张牌的时候，这2张牌是觉得再慢一点。这个讲的更严重，他说，其实这个要告白的人，他还没有看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告白。他前面遇到女祭司牌，前面的挣扎混沌只度过了，只是让他的勇气出现了。可是，在理智面，我们刚刚说理智面，他突然停下来，要想清楚他是谁，他用什么角色来这件事情，其实他还没有想清楚，就跟其实这里讲的也是一样的。好，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不用想那么清楚啊，我是比较支持权杖骑士跟爱情那个恋人牌这边出现的那一个讯号。好，它比较像是说因为我看到的是，无论告白先还是告白后，你们2个的关系是没有什么大改变的。我其实看到的是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反而比较影响的是这一个人是否完全的准备好，就这样。只是牌面在说他的准备好了再告白，蛮重要的，好吧？那既然他们都这样子觉得，那我们就把讯息这样传给你。好，传给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告白，是因为这里的能量说，他想清楚之后再告白，会偏向趋于安全，可能是这样吧。好，好吧，既然要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来让我解，那就这么复杂吧。那我把它因为我还要翻的是说你们的连结你们的接下来的连结方式，然后为什么让你们相遇这些。那我先从这里做一个小结，就是牌面现在意见不合，但是有一个主轴意见是，请你再等一下，他准备好了就会告白，就这样最简单的就这样。好，我们来翻一下连结的部分哈。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明确的讯息啦。其实这一题是非常明确啦，每一个东西都有非常明确的讯息，只是他们不同调没有一致性，所以它变得很破碎它这个破碎已经破碎到他甚至没有很认真告诉我大家的统一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你们2个相见的目标是什么好，
还有这个我先压一下，等下再移翻。好，你看这些，看一下哈。如果以这2张来说的话，钱币5，什么往后？这边说了一件事情，他先透露了，在他要告白前，还有他已经感觉到他喜欢你，他想告白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在暗示他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请你不要那么冲动。但是，圣杯皇后的能量在他当下是爆发的，所以他被他那一股对你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的喜欢所推及了。但是还好，他的内在的那一个理智面，金币5有让他挡住了他一下，所以他才会错过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恋人牌的那一个瞬间。那个恋人牌在这边很仔细的出来说，错过了，很清楚，一开始见到就要告白那一次已经没有了。你这边也讲得很清楚，这边又讲了一次，主要真的是他一开始见到你的时候，内在的水能量就爆发了。那他后来呢？他说，因为他告白之后，你们2个其实会很快进入一个热恋期，因为对方的样子各方面你也会喜欢，其实你也会喜欢。他有一点在讲说，其实2个是互相喜欢的，可是这里有被捕捉到的是，他的内在似乎还没有从上一次的心情里缓过来，变得比较好。那如果你常看我的影片，我有的时候会告诉你说，大部分时候牌面都会希望你的心灵已经从上一个恋情脱困或者整理好之后再告白，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有说先告白就会治疗好，不用等，有时候就先告白，因为那一个对象可能就是能够治疗你的最佳人选，它会有不同的情况，没有一定哦。那今天这一题牌面一直在说他再等一下，他需要确定一些事情之后再告白比较好。可是我这边看到的很多其他的讯号，却觉得你是他的治疗师，他可以先跟你告白。可惜这个讯号传达不了给他，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到的是2个情况没有一致性。好，那既然牌面选择的是希望他再等一下，他再看清楚之后再告白，那我想他们应该是选择比较有善意的那一边。因为我本身是没有看到那一个善意，或是我的出发点是更富于冒险心，所以我就会没那么能够立即的发现他们是出于一片善意。那如果牌面上是出于一片善意的来这样子形容这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接受，或是就跟着他走。然后好，其实你们2个之后的相处确实会达到一个平衡啦，这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其实我一直看到有一个合适度、一个契合度、一个平衡在你们2个，他告白之后你们2个，所以我会觉得就先告白没关系的。可是我想牌面比较在意他内在可能有些黑暗面是我没有翻到的。那如果这样子不错啦，因为毕竟是女祭司牌来做一个主导的，女祭司牌比我还要更能够发现最深层的那一个平静跟平衡。我没办法像女祭司牌发现那么深。那如果女祭司牌从这里做了一个抓住她的讯号的话，那我们就让她抓住。只是我要说的是，无论他先告白或是再等一下再告白，你们的相处情况都会蛮好的哦。都会蛮好的。我看一下，好，5号，好，那这2张牌没有太多，我只是想要看他的这个整个进展是否有阻碍，是否有顺利。我必须说，他可能会比我们想的再慢一点点才会告白。因为他除了听取其他人的想法之外，他内在还要再挣扎一点点。然后他身边，他问完，我跟你讲，他会问蛮多人之后才会跟你告白的。
他会越问越多。他本来是一个都不问，但他现在开始会越问越多，所以可能会再等一下。不过我这边有得到一个讯号，当他开始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还不错，可以告白啊。可是大家会回过头比较在乎是他的。我跟你讲，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讯号是，大家可能有点在意他跟上一次的恋情没有隔多久，这是大家比较通俗的在意的点，好吗？好，所以我想牌面可能需要他去在意一下他旁边的人的想法，而不是他真的内心需要去听到其他人的想法。你懂这个差别吗？有这个差别哦。我再重复一次，我觉得女祭司牌这边出现是需要他在告白前去在意一下他身边亲朋好友的想法，而不是需要他去听到他亲朋好友的想法跟意见，或是同不同意。不是，这两个是有点不同的哦。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很复杂，我很努力把它讲得很清晰。那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未来性的想象就好了哈。好，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我们继续从选择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来看谁要跟你告白了哈。我们一样抽出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哈。好，来第1张，好。第2，好，第3，好，第4，第5，好，圣杯8，好，来，让我仔细看一下哈。告白啊，圣杯8，圣杯6，金币4。这个人哈，我觉得他有过几次，已经有过几次要跟你告白的，冲动了，或是反正他有过几次已经非常接近要开口跟你说了，但他都转过身了，转过头去离开了。我必须说，你身上有一个非常让他熟悉的过往的感觉。他每次很接近你的时候，就会嗅到这一份感觉。然后，我相信他在这一份感觉出现的时候，他会变得，我不能说他胆怯了哈，因为这个太负面了。我觉得他会变得保守了。他原本要跟你告白的那一个冲动就变得保守了，收起来了。好像每次很接近要跟你告白的那一刻，他就会觉得一定会失败，那不如不要做，比较安全。那你身上有一个旧的感觉，他熟悉的过往的感觉，可能掺了他之前恋爱的失败感。但我觉得不是从你身上直接给他的，而是他接近爱情的时候就会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一个心理的问题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让他每次靠近你的时候都消弱一点、消减一点。因为他的心智各方面，我觉得应该会在几个牌旁边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回复的状态。我已经感觉到他旁边会有其他一些回复的状态，让我们翻就会知道了。但是他对于你的喜欢也越来越浓厚了，那个感受也越来越浓厚。毕竟权杖四在他内心深处领导的他往你这边走来，他没有办法抗拒这一个对你的喜欢，而且有越走越近而且他想要跟你告白的冲动跟快要跟你告白的这个次数也在慢慢的增加。
好，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感觉到他的能量跟你已经有周围的一个重叠性了，所以他非常非常想跟你告白，但是他必须要突破金币四跟圣杯八所带来的那一个难以下定决心的感觉啦。今天圣杯八在这一个位置，如果他在别的位置，我就不会用下这么重的能量的解释，但是没有办法，他这个感觉是在他占据了他内心的太阳，占据了他内心最正能量的那一个东西。当他趋向于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转过身来，没有办法跟你告白。他每次要在跟你告白的最前一刻的时候，就会转过身去离开。对他来讲，转过身离开你不告白这件事，是他走向太阳的一个正能量的回复。但也不是说他每次要跟你告白的时候都是负能量很强，不是，而是他会被很多过往的旧感觉所削弱他本来要跟你告白的冲动。不过好消息是，一次一次都有点进步啦。因为我有感觉到正能量的逐渐的膨胀，还有他的很循规蹈矩的在恢复它的本身的一些好的东西，也就是说，黑暗面的东西有越来越没那么黑暗，或是越来越沉到水底里去了。那我们来看这张来诠释一下。好，他内心里确实是有充满着一个非常深刻的不安啦。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这个好像似乎用勇气也没办法去突破的，它只剩下时间。他这个不安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在他内心非常深的位置，在慢慢的往下沉，而不是浮出来。我们要看别的位置之后，才会看到他是否浮出来，但是这个位置是慢慢的往下沉，所以他的不安，对于要跟你告白之后的未知的那个恐惧，也是慢慢的沉下去，所以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他需要一点时间。那我相信他如果可以这么长在你附近有那么多跟你告白机会，那他跟你应该蛮接近的他是你身边的人了这个你可以多注意一下。来，我来看这几张牌，我想针对哪一张牌翻我对这个月亮牌非常有兴趣来翻一下。我用这一组翻。好，看看月亮牌有带给我别的讯息是什么。来看这三张牌。这边说，当这个月亮牌沉到了某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他心情上的分水岭就到了。他那一股被拉扯，没办法告白，没办法突破的那个心，他最后也会到一个临界点，到一个分界点，那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全然的样子而去跟你告白。像他这么高频率的想要跟你告白，我觉得他跟你告白的时间也不远了啦。那再加上钱币二跟权杖女王在旁边，在这个深深的心底这个不安的周围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高度的协调，在协调他心情上的一个挣扎啦，就是要不要，要或不要，不安跟安全感，不安跟安全感的这个挣扎里面，也在渐渐的调和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尤其权杖女王做了一个非常细腻的介入，还有钱币二做一个物质上的协调，在四方的水火土在这至少这三方的一个协调里面，它已经可以达到一个稳定性了，可以达到一个稳定性，让他在一次想要跟人告白的某一个端点，他就会告白了。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会趋于完整，但我不能说他绝对完整，他趋于完整，已经到了可以跟你告白的一个状态，是他内心自我认可，跟我不会说是勇气满点了，而是说他本来就有基本的勇气，只是他内在的那一个不安跟黑暗面，还有很多的我们无法猜测的负能量，过去累积的一些不安啦，反正就过去的一些不安，跟我不能说恐惧，因为我觉得恐惧都太下太重，我应该可以说是一种不安定、不稳定，也有一点点的是不信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爱情是否健康或是安全的那些质疑，它慢慢的
在这些协调之中，时间的拉长，负能量的沉到水底，沉到深渊里，再加上外力、水能量、土能量、火能量的协调，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虽然这里都没有强烈的理智介入，譬如说风能量都没有，但是其他的3个能量一直在努力的把它拉回去一个最完整正常的状态，然后来跟你告白。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值得开心的了，至少连他周围的能量都是趋向于推他往你告白，往去跟你告白那个路上。毕竟在更遥远的一个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他的是权杖四。这个位置已经定义了他走在去跟你告白的路上，无论他再怎么回头，他再常回头，他还是走在这个路上。只是需要一点推力啦，免得时间会拖长。我是没有看到说时间在拖长会错过你，但是好像似乎旁边的能量都觉得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可以早早跟你告白。来，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摆的位置哈。好，女骑士哈。我想说，为什么钱币2出现？刚不是看到了，所以不同牌。好，每次看到女祭司牌出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觉得有些事情被强烈的定义住了。那女祭司牌出现的这个位置，我必须说，它定义了你们的关系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定义了你们2个最接近的时刻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波澜，不会有太多冲突，不会有太多惊讶，不会什么，它是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稳定且宁静的状态里。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因为有时候他跟你告白的时候，连个兴奋、紧张、恐惧都没有的时候，我有点不太能够诠释那一个宁静感是什么。但是他就是说，他跟你告白那一刻，你们2个的关系会处在一种非常安静无声的状态，只有你们2个人的世界里。也许这就是一个趋于比较好的方向，就是你们2个会直接进入2人世界里了。也就是说你应该会欣然接受这件事，你会很开心接受这件事。而他的方向的话，他在这一刻，在告白那一刻，他心里总算平静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金币2又出来了。他所暗示的比这里的金币2的更强烈，是他暗示的，他不是暗示，他要表达的是说，告白的那一瞬间，你们2个人的能量会达到一种最平衡的状态，然后开始出发。然后这里宝剑三有需要你理解一件事情，即便他告白的当下，他心里过往的伤痛还是持续着跟着他，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善待一个人的诚意，一个人的告白，无论当下你要接受还是拒绝。我这边要讲的是，这个人跟你告白，但不代表你一定要接受哦。我只能说，他跟你告白的瞬间的时候，你跟他都会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平静感。当时你会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听到你内心的声音，你会有所决定。只是这里宝剑三出现了一个比较小的建议，其实它算是蛮重要的建议牌，可是我感觉到能量是他把它说的比较小，因为他不想要去介入你的选择，或是去指导你的选择，所以这边只是提醒你，或是告诉你，而且或是很有善意的跟你说，当有任何人接下来跟你表白的时候，请你要善待对方，要好好的回答，尽量要充满善意的回答，因为每一个来告白的人，他们心中已经先隐藏了绝对的伤口，不会让你知道，所以善待他们很重要。尤其这一个人，他踌躇了这么多次，表示他面对了自己伤口非常多次，跟感受到那个旧的伤口很多次，所以更需要善待。更加紧的是，你身上时常让他回忆起他过往的爱情，一定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他知道。好，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并不代表慈悲智慧或什么，可是这边有一个强烈的理解性，希望你理解到对方身上的某些伤口，跟你身上的某些伤口是一样的重要，好吗？这边有在说这个。来，我们再翻其他的位置哈。
这一题虽然是讲告白，可是讲的东西似乎有开始偏深了哈。来，做一个小结，这个人要告白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哦，因为我发现已经有开始往后发展的讯号出来，表示他不会离太久了，而且这些东西都已经在痊愈中哦，牌面上都在痊愈中，他其实告白只是一点点的时间问题而已哦。来，我们再往下翻，好。好，选上6哈 ，OK。其实在这里有讲，无论你有没有答应他，要不要交往，你们两个都会走向比较好的关系去。哦，这关系基本的定义是处于一种和睦，然后互相喜爱，但他没有。有的时候，通常会这个牌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会在一起。但在今天这题，我一直有一丝的感觉是说，它可能是各种关系。哦，由你决定，你要可以先交往，还是先从做朋友开始，先从比较好的朋友开始，都看你。但是它的路径，除了是权杖4之外，还用了权杖6来迎接，所以它确实是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走。所以我会觉得，在你们的关系是任何关系都不错，表示这一个关系有进入到下一阶。好。有缔结了一个全新的心灵上的关系，哦，所以都 OK， 任何决定都 OK， 不要有压力，只需要善待一下对方，哦，用一些比较好的回忆善待对方就可以了。那宝剑侍者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反而觉得他希望你多欣赏一下对方的优点，所以以这里来说，我觉得他有可能在说你跟对方其实认识，但可能也没那么熟。因为他这边在提醒说，你可能要多仔细一下看一下这个人的善良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的话，那就表示你可能本来好像还没那么深入的了解。可是以这一次告白或表白之后，他希望你能够理解他这一面，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例上是他的告白不会成功。这也是我刚刚前面的一直有所保留的原因。我是不是一直说，无论你答不答应，是因为我一直都有感觉到他的告白不一定会成功。这边也有说哈。他似乎说这一份告白不一定会成功的原因是当下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未来关系一直在往加分的路上走。也许告白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关系变紧密、变更加融洽、更加的花时间理解彼此，才是更重要的路径。那，牌面上也说，这一份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比较缓慢。有需要慢慢的观察，慢慢的需要理解对方。我反而觉得真的是告白才是一个开端了，因为牌面的讯号开始出来了。我再做一个白话的结论，就是说这一份告白之后，你跟他的关系会进入一个非常缓慢的进展期，你们会慢慢的、很仔细的了解彼此。所以我在想，这份关系告白真的只是一个开端，然后会慢慢的走向想要交往，然后才会确定关系。这段时间可能会拉得比较长，因为这个节奏。我发现它下得非常非常非常缓慢，有点像是在湖上飘，还不是在河上飘哦。好，来我看一下。好，我对这张有特别的感觉，我再多翻一下来看一下他希望我们看到什么哈。我用这个牌翻好了。这一题其实很顺哈，因为有的时候非常难解，或是有很多的阻碍，我会敏感到，然后去找解方，然后去告诉你说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可是今天这可以很顺哈，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会好好的相处下去，但是症结点特别的点是不一定是以交往的状态一直相处下去，但是它有非常高的几率会让你们进入交往状态哈，只是你们对彼此的了解，就是说你们要发现彼此的契合度的这个节奏蛮慢的，但是一定会契合这一件事情是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这整个经历这过程你们需要慢慢的去走过。好，来
我来看一下3张牌，看一下这张牌。好，的确，他内心的伤口是属于一种爱情上的，然后他时常烦恼着他之前做过的事，或是别人对他做的事情，他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所以他对于一份新的告白，对他来讲说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他怕坏事会在他身上重演，而不是他去制造的坏事哦。他其实是一种非常害怕被再受伤害的感觉。不过，他很值得赞美的是，他即便有这样子的心境，他还是因为喜欢你了而鼓起勇气，或是累积勇气。他不想让他对你喜欢的那一个火焰能量消灭，或是逃避。他一直把握住，希望在好的时机里跟你告白。这是他好的那一面。也就是说，这边可以看到他对于感情的内在是非常纯净的、简单的，甚至是执着的，而且他相信爱，他才会这样子。好，然后他也不会用你来当做他伤口的一个替代品或是疗愈的东西。他甚至在前面做了非常多自我的疗愈、疗伤，等到自己变得更好、够好的时候，他才要跟你告白，算是一种。他已经在告白前就已经非常重视你的存在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人啦，所以他前面才会说，希望你最近遇到任何告白，都用一种比较善意的方式去回应别人，无论你答不答应，因为他不差你拒绝他，他也有能力去承受你拒绝他，他只希望的是他的诚意能得到他的足够的诚实、诚恳。坦然能够得到相对的回应，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这是他已经准备好的。好，他不怕再次受伤害，但他怕的是，我觉得他可能怕的是欺骗吧，或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能量比较像是说，他的伤害是一种惊讶感，有一种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惊讶感，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说他知道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所以他希望他下一个表达的时候，他希望他的诚恳跟坦然也能够得到对方诚恳跟坦然的回应，即使拒绝他，他其实是这方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每次要接近你跟你告白的时候，他心里又会觉得说，也许任何的回应都会掺杂的一种欺骗，他不想再得到这个惊吓，所以他常常会想要告白又不告，想要不告又不告白，所以等到他真的告白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已经完全走到了那个位置，就是我可以完全坦然的接受任何回应了。好，所以他前面牌才会再提醒你说，记得要用比较善意的方式去回应任何人。好，这个部分的解释是这样哈。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对他说还是对你说，但是我觉得他让你了解了他的角色跟他的角度之后，你会在我们看这副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内在会有一些调整跟反省。我们以前怎么对别人，我们未来该怎么对别人。原来每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小角落，需要别人用非常善意的回应来去回答。好，那也许这一点是除了爱情的方针之外，也在顺便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好好的做出每一次的回应啦。好，这边有这个讯号哈，因为很多事情后悔来不及了，大概是这样。来，我看一下好，我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方向哈。其实时间还有哈，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好，连接的话，我用另外一组牌来看。来哈，等我一下，用这一组来看好了。看一下你们两个为何要相遇哈，然后你们其实在你们的人生中扮演什么样子的特别的角色哈。来，我先看一下这两组。3杯好。其实你们是一种陪伴的感觉，陪伴的角色出现了，然后你们其实彼此内心都有一些很难敞开心房的内容，你们必须要
他有办法可以让你把内心的一些被捆绑或封锁、封印起来的东西再次展开，再次坦然的去面对，坦然的被解放，然后他会懂，他会理解，他甚至有治疗你的能力。然后他其实在跟你的相处的未来的每一刻，他都会像你的好朋友一样，他不会以一种恋人或什么的方式来去让你无法呼吸或是太黏腻你，他会一直保持着是你最好的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好，那看一下哈。好，然后你们慢慢的会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确定关系。你们会在很多的交往的过程之中，会找到两个人生活的方式，而且会找到两个人的共同的品味。其实他这边也说，其实你们两个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熟，但是后来两个人一起生活下去，一起出去，各种细腻的相处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彼此的频率、节奏、时间感都差不多。他这边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吻合，哈，是一种很稳定的四方形的一种相处融洽的状态啦。好，也不用互补，也不用什么，就是你们两个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正方形的方式相处下去。只是节奏确实是还是偏缓慢。你们的相处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激昂高昂的火能量让你们非常澎湃，而且必须要说这一组牌里面水能量非常少，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经营两个人比较浪漫的成分。我说的水能量很少，不是说这里都有水能量，可是很少，不是，是他们都没有出在你们两个生活里面经营那种细腻的浪漫，而且也没有你们两个对于浪漫的崇尚，然后有一种非常溺爱彼此的感觉。其实这边没有，你们两个慢慢相处之后，其实会比较趋向于一种很简简单单的生活在一起的感觉。这是你们两个会走的路径，会走的方向。好，来，我再帮你看别的东西，因为还有时间，来，再尽量帮你看哈。好，我看一下。那他这边有讲说，你们的幸福非常确定，跟这个在一起幸福的感觉，其实会来得非常晚。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进展节奏会非常非常慢，会一点一点慢慢的往上爬。没错，你想象，它很像一个你看不到的深海里面的一个小气泡，它要慢慢的从下面浮到你看到之后，它要浮上来到水面上才会啵一声，大概是这样子的节奏，然后再用慢速度的方式，慢慢让这个幸福这样从水底慢慢的浮起来，这就是你们两个的幸福的上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的特色代表什么？它的特色代表是充满希望、充满生命力、充满期待、充满最后的惊喜。到最后，你们开始感觉到彼此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幸福感之后，你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会去创造一个新的两个人的新的生活，所以产生更多新的挑战。只是前期两个人要达到两个人的生活的合适感，前面其实需要蛮长一段时间。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你会把节奏放得比较慢。好，那其实他跟你告白之后，你们两个其实内在的一种对于感情、爱情的能量就已经会换了，会换一个新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感觉不是说你们本质上所有的火能量都换，或是对生命力的热情会换，不是，而是在你们两个的世界里，你们对于生命力的诠释会有所不同。白话一点怎么说？就是你们会有两个人自己的相处状况，会有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的兴奋状况，会有两个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的语言，跟你和你朋友在一起或是家人在一起不一样。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力会在你们两个中间会发芽起来，会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那这一个会在他跟你告白之后，开始相处、开始交往之后就会开始发生了。他这个不用等，不像另外一个幸福感会慢慢的浮起来。那只能说你们确定关系的路会走得比较长。然后我刚刚也说了，有很大的时间他会以一个你最好的朋友跟你相处，但是他也觉得这样子也 OK。他也没有追求着一定要跟大家确定说你两个是在一起，他也没有那么渴望。他的重点跟他的着眼点在于你跟他，然后是否有简单的快乐，然后不要把旧的伤痛给挑起来。
这样就好了。好，其实这一组是非常简单简朴的一个恋爱模式，它没有太多的激动，没有那种一见钟情那种炙热的爱，它是处在一种非常淡、非常淡的方式，在累积两个人的情感跟信赖，还有稳定性，不知不觉两个就拴在一起了。它是这种走向哈。来，我再往下看，还有什么我可以挖掘的？其实差不多了啦。哦，那我看一下哈，似乎还有2个位置可以看。好，我用别的牌再帮你翻2个位置哈，看一下你们的内心最内心深处是否在2个相遇之后或是告白之后，是否有别的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是有所大改变的，或是好哦，这边说哈，其实他在呼应了前面说的女祭司牌啦。我们刚前面不是说他告白的时候，你们会有进入一种非常平静宁静的感觉吗？他这边在呼应女祭司牌，是说这一个新的宁静跟安静感是你们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的。它跟安全感不太一样，它确实是会有一种世界完全安静下来的感觉。那这一个新的感觉会觉醒你内心的一种对于平静的追求，也就是说，你对平静的追求已经有一个新的理解了。在他跟你告白之后，所以我才说他跟你告白之后，后面都会走一种比较平淡的状态，因为他确实是没有那一种突然的澎湃跟悸动，反而是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的感觉。那你尝过一次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跟任何人在一起，或是世界多吵闹，或是环境多吵闹，你想要追求的是这个稳定跟平静的感觉，而这一个人恰恰他能够带来。所以他这一个人带来了复合型的一种稳定、安静、平静状态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它的宗旨其实是一种 silence 极静状态。哦，你慢慢的就能够享受这个极静状态所带来的生活的一种慢慢飘的一种幸福感。哦，他这边会这样讲，然后慢慢的，我刚说达到了，你们开始达到了一种确定达到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旅程，会想要再往下走一个新的？那个时候你们2个会有一种新的蜕变，会开始内在的火能量会出来，然后你们会开始想要挑战一些平常比较难的事情，因为你们平静的感觉已经得到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时候，最后我觉得可能也随着年纪变大，或是这一份平静感已经达到极致之后，你们2个就会在某种幸福感的端点，突然想要挑战更难的事情。譬如想要学新的兴趣，想要开创新的事业，想要搬家，想要去一个长途旅行，这些你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然后你们希望在生活中得到一个新的突破性吗？我觉得可能你们想要玩，想要一个游戏的感觉，觉得不能说太过平淡而想要追求，而是你们知道平淡的感觉是什么，你们希望生活中能够多出一些奇异点，多出一些大变化，所以在你们2个人共识到生活已经有一个足够的幸福感的时候，你们就会去追求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其实以这一题来说，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走比较久的，好，然后只是前期在自提醒，会像好朋友的时间还蛮长的。也许你们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关系了，可是后面的感觉会蛮像很好的朋友，一直这样慢慢走下去，要进入新的阶段。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这一题有一些转折啦，但我想大概都听得懂，大概都差不多。那只是现在前面就是在等他一下，因为他现在只差一点点，他就能跟你告白，他就能够跟你表白了。好，记得要有比较好的善意的回应哦。好，就这样哈，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了？好，这是一个很热门的题目，但我们可以一直翻，一直看最准确、最具体的能量到底从哪里来哈？来，每个时期看也都不一样啦哈，你都可以试看看，来听看看。好，我们一样抽出5张牌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能量的发展结构。来，第1张哈，月亮。好，
圣杯七。哦，三。好，再来。哦。然后以圣杯骑士来开始走的话，圣杯七这组牌的阴性水能量比较强哈。好，总之呢，你会迎接一个非常浪漫的人跟你告白了。他脑袋有非常多的该怎么说奇幻想象吗？我第一个得到的语言是奇幻想象，因为圣杯七的能量所带来的那一种虚幻感，那一种多彩多姿啦，那一种千变万化，那一种无限的泡影的感觉，它不一定是负面的，它很多时候有点像是进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花花世界里，但是很难触摸。但是如果它是停留在一个人的脑海里的想象世界的话，那就是多彩多姿了。好，所以搭配着圣杯骑士的浪漫，所以你会迎接了一个非常多奇异想象的一个人。你该说他是比较不切实际吗？他在某方面来说是不切实际，但是偏偏在那遥远引导着他、指引着他、控制着他的那个超偶师，超偶着他的超偶师却是土能量，钱币侍者的能量，一种很 pure 的土能量在那里控制着他，所以他也不太会去，他还是在有所局限之内做无极限的想象啦，所以他可能人的说话或是想法天马行空，可是他真的要去实际做的时候，他还是会着重在是否可成型，是否有执行力，是否能实现，而不会只是处于一种只有想象跟不着边际的乱做的感觉。所以他的浪漫呢，会转换成一种比较具体的表现。他会营造，比如啦，他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气氛，然后他会有音乐，有好的美食，有好的场景，有好的餐厅，他会把他心中的那一份浪漫具体化，实现出来，不会只是就是空谈空想，然后什么都不做，他是有行动力的。那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他其实充满了，其实因为月亮牌在这里很多时候月亮牌带来的不安跟未知是一种负面的跟令人惊恐着急的，可是这里的月亮牌却带来了他的一种不可预期的无限惊喜。所以对于平常比较理智的朋友来说，你会遇到一个超乎你想象的浪漫主义者，绝对浪漫主义者。它的节奏似乎是快的，虽然这里没有火能量，但是这一份水能量似乎已经澎湃到像瀑布一样的湍急，所以它的节奏是快的，情绪是饱满的。那这个部分它就有个小缺点了，因为这种情绪饱满，它就会有正负能量混合，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喜欢聊天、喜欢说话、喜欢用说的方式来表达他很多的心情。因为这边还没有所谓的很冷静，那他的生命力跟表现力付诸于了水能量啦，不是火能量。虽然说我们刚刚说他有比较多的具体行动力，可是那是土能量所带来的行动力，而不是火能量带来的行动力，所以那个只是让他的水能量在一个有局限的范围里施展。那我觉得是有点絮乱的啦。所以跟他相处的话，可能要有一点点耐心，因为他的节奏各方面是跳得很快的，他的思维也有远有近。什么叫有远有近？
就是如果现在的话题在讨论的时候，他是有融入现在的话题，可是当他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可能会讲到的是第二、下一个步骤，在下一个步骤，或者在更遥远的步骤，他已经想到比较远了。所以对于在大家讨论来说，大家会觉得那不是最近、最靠近的事情，可是他就会特别喜欢想到比较远的事情。这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是好像他没有抓到重点，但是优点是他能够比大家预先预判更遥远的一些情况哈，所以他的想法各方面也是可以先采纳，可是就有点当做是 Plan B 之类的，就是先留着，应该都会蛮好用的哈。这是他的水能量的爆发的一些特色啦。也因为它的水能量比较强，所以它的预知力跟感受力、敏锐度也比大家强。只是它很难控制时间感，它很难控制时间感，因为它的水能量很多时候有点像是午后雷阵雨，也有点像是太阳天一直不断的下的毛毛雨，很难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是它的存在感又很强。这是他这个性格的，所以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可能会迎接一个绝对浪漫的人哦。期待下了，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算蛮有趣的，蛮好玩的。好，宝剑9哈，我刚刚才说他内在是澎湃的，然后节奏感是不稳定的，就你看宝剑9带来的是，其实他内心需要蛮高度的冷静跟平静的啦，所以他其实要好好的从他的表达里面去理解他的一种依赖感。如果他喜欢找你讲话，表示他在内心深处对你的依赖感比较重。但他的依赖感的本质不一定是说需要你有很好的回应，需要你好好的听他，或者说没有，他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固定的听他讲话，然后有一般的回应频率就好了。因为他在他说，在他诉说，在他表达的时候，他已经在整理了，这是他的水能量的方式哈。这个很像什么？很像说在高山上的瀑布下来的时候，然后打到瀑布底下的时候，会有一阵大澎湃的水花。可是慢慢的，因为河流还有石头的流动，它就变成一种固定的分支、分线分出去了。所以它需要一点点的，在一个激动之后慢慢整理起来。它就是这样，它需要把那个水能量表达出来之后，它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整理起来。它很多东西它很难在脑袋里就整理完，它必须要借由表达出来之后，它才知道那个排列组合跟那个分门别类是什么了。所以成为他的恋人，或是成为他亲近的人的话，习惯听他诉说，然后比较能够用比较开阔的心去接受他的各种表达方式，是跟他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这个优点代表什么？还有一些优点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不无聊，然后可以听到很多新奇的事情。但是如果想要更平静的情况或什么的话，平静对这个人来说是比较遥远的，也比较难的。可是因为月亮牌在这里哈，所以要小心。他有的时候能量发挥完的时候，他会突然进入一种激进状态。就是他会突然安静下来，也不是说他心情不好，也不是说他什么，而是有点像是充电的感觉，有点像是重开机的感觉。所以遇到这样子的朋友的话，他要安静，你就跟他安静下来也可以。那我是觉得这个跟你告白的人他也不算是不成熟，而是他有一点算是难以掌握自己脑海里的聪明。然后那个聪明转化了非常多的情绪，或是非常多的语言，非常多的，他的脑子会比较哲学性、文学性思考，情感能够具体化成为一种表达的人，他是一个丰沛内在的人，然后他又是一个善于或急于表达出外在的人了。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安静的跟他相处，你就有蛮多的收获，也蛮多的惊喜。但是如果你想很安静的节奏的话，我这个人可能离那个蛮遥远的，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欣赏他。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哦。这几张我选一张我好奇的来翻翻一下月亮牌好了，我看一下月亮牌更多的内在代表了什么。
杯4开始有一些往理的方向去诠释的东西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能量了哈。来，我来看一下，一张一张来说它其实内在有一些，其实它的内在是我觉得是蛮嘈杂的，蛮喧嚣的。不能说噪音很多，应该说丰富的声音非常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听不太到别人跟他说话的一些重点，主要不是因为他听不懂或者他没有在听，而是他内在的声音就已经够亮了，所以他很难专注于他本身以外的声音，所以必须要比较有耐心的去提醒他听一下，他会听。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些小小的罩门，我不觉得这是个缺点，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他必须要更有专注力，才可以比较能够感受其他人。可是也不代表说他不敏感其他外界，他就是因为太敏感，所以很难专注于某一种声音。所以他会有一种注意力很分散的感觉。可是也是因为他内在的非常澎湃，这样。那回到他为什么会跟你告白？因为你身上有一个很新颖的东西在这边愚人牌我觉得他对于你的好奇心使然，他对你的好奇心非常强大，非常重。你身上有一个他平常不太摸索得到，不太合乎他原本认识这个世界的逻辑的东西，所以他喜欢你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带来了某一种未知感，非常非常吸引他。对他来讲，他就像愚人牌一样，他看到了某种远方，但他也带来了某种不安跟不确定。可是这些东西却产生了他心底一种高度的吸引力，所以他对你的喜欢，或直到要跟你表白告白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有慢慢累积你带给他的某种快感吧，那种探索，有点像探险家，就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对于一些全新性的东西会产生一种兴奋感、快感。你在身上也带来了这一个比较强大的讯号。那所以他对你的喜欢，不只是单纯的喜欢了，掺杂了蛮多的期待。他对你有很多不可知的期待，就是你身上有很多他很难捉摸的一种未知感。那你会想说这样做朋友就好了，可是他认为这样子的，以他这种情感这么丰沛的，他觉得这样子的情感交流太淡，应该可以再深沉一点，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再从交往或是确定关系，要在这么近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你带给他的那个吸引力到底有多深。其实他已经明白你带给他的吸引力有多深，可是他想要具体的明白有哪些东西。或者是他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具体的去想是什么东西，所以才引起他想要那么靠近你。这是一种很无意识的牵引啦。他知道他一直被你吸引着，所以他也想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或是他知道有个他不会找到的答案。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不是很奇怪，会有这种多面的吸引力存在，所以待在你身边，慢慢的喜欢你，是他能做到最好的事情，能做到跟你的关系里面，他觉得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他会跟你告白，他想跟你告白，因为那个美好，那种未知的美好，在他心里已经发芽了。然后，就这3章讲就这个了。所以我现在做一个先的小小的总结，怕你们听不懂，就是说他为何会跟你告白，因为你在他的心灵上面有带来一种新的下一个阶段、新的世界的一种好奇心。那一个新的世界，你所带来的里面有很多的逻辑概念跟他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因为这个差异所带来的一个吸引力跟好奇心，使然使他越来越想靠近你，进而在靠近你、比较了解你之后，他想要更进一步的跟你有更进阶的关系。一切都是走向一种美的概念里、浪漫的概念里好，来，我们再翻上面的有的时候因为要先解释
牌面的讯息组合，所以它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抽象，会比较抽象。那我会尽可能在我第一个解释抽象完的解释完之后，我再去想办法再用更白话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再把它讲得更简单所以有些句子会重复讲，重新诠释好，国王圣杯二，我一直很喜欢这组牌里面的深紫色跟蓝色普鲁士蓝的色系的权杖四，三组牌都走向比较好的位置而且他这边有在说你们两个相处或是很近他这边我必须还要提醒一下，有的时候我这个讯号出来，我就一定要立刻说所以你会常常重复听到，但不会每次都听到。就是这一份感情，这份告白之后，你有没有答应他？你们都会从告白之后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我记得今天这一组牌的第2号牌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发现有某种决定权在你身上。而且我也发现你的决定权是有点飘移不定的，或是你会有点想要慢一下，再多认识一下。可是他有的时候这个讯号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逃离、被排斥、被弹开。可是这一组没有这个讯号，反而是一种境界更温暖、更能被接受的状态。所以他的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进到下一阶，因为你们突破了某一种语言的隔阂或是语言的关卡，进入了一种比较深层的谈话阶段。无论有没有接受，但你们都已经进入了类似交往阶段，有一种更深层的认识彼此的一个课程开始吧，关个新的世界、新的阶段，反正就新的阶段。然后关系上是趋于越来越好。看到圣杯2做开端，权杖4做路径。而且都在非常理智的位置，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这是一条被设定好的，在你们关系里面被设定好的一条很好走的路。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亲近，而且是在好走又受祝福的路上。所以我才说，无论这份告白你有没有接受都好，但你们的关系就是会往比较好的地方走去，而且这一个告白之后不会给你带来一种负担或压力，反而你会感觉你好像控制到了什么，掌握到了什么，掌握到了你们关系的秘诀，掌握到了你跟他相处的方法，掌握到了你跟他谈天的语言，掌握到了你们两个关系要越来越好的一个路径跟节奏频率。会在这个告白之后发现，有的时候关系就是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键点发生之后，情况就会改变，情愫就会改变，它就很像是开了一个开关。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你常听的时候我会说，有些话你想表达就要把它表达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修饰，应该要从你的内心最诚恳的、最诚实的、最坦白的那句话就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对方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表达，他需要听到，他应该听到，他值得听到。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的很多语言，我们每天在心里听，我们会觉得那是非常平凡的，非常平淡的。可是在别人的人生里面，也许他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觉得有些要表达的东西，你很想表达，你觉得值得表达就表达，因为对方可能也值得听到或应该听到。有的时候能唤醒一些东西。好，所以像这一份告白，我是不知道他这一题比较难，这一题没有什么讯息是讲说他怎么告白，或在哪里告白，或用什么方式告白。但是以这个浪漫的能量跟水能量的爆发来说，我觉得他的告白情况会有一个新的爆发力的展开，水能量的情感上的，所以你这里会有某些情感的感受上的东西会被叫醒一下。所以我才说，当他告白之后，无论你有没有答应或什么，你们俩的关系都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新的比较好的路径上了。未来会
慢慢的交往变确定关系，不知道，但是他有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往那个方向走，并不一定是说要往那个成为某种关系的方向走，而是他的品质有往那个方向走，因为路径很像。什么样的品质？就是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多的话可以讲，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柔软，对于人的感觉，对彼此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比较温暖。大概是这样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来翻下面的。来，让我整理一下画面。今天的感光怎么会有点自动会亮亮的？没关系好。圣杯5。金币10，这就是我说的我喜欢的某一种牌哈。来。角中牌，好，那3张牌搭的颜色不错。来，一般来说，光是画面上的颜色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好的能量的启动哈。那我们从在这边开始有一些启示哈，有一些建议方针，或是有一些提醒。我先讲提醒的部分哈。首先，因为你看到这组牌了，所以在下一次有一个人要来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或是像是一种很正式的表达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你原本预设你会很开朗的答应，可是因为已经先看到这组牌了，所以你心里有种预设，有某种被告白将要发生，所以你心里其实在这一刻，或是当你知道这一个预示的时候，你心里其实突然多出了某种理智的判断，是我下次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这一个人是不是我所期待的。你心里多了这份疑虑了，而变成没有那么直觉了。所以这边有一个提醒是，记得当下的感觉最重要，不要希望你不要用前面的经验，或是以你的恐惧来判断当下，或是来比较当下的情境好坏。他这边有在说，当下的瞬间最重要。当下你感受什么，就用那个感受去决定你要不要答应跟接下来的发展。你想要慢一点，先从朋友开始 ，OK。你想要直接进入交往阶段，变两人世界也 OK。你想要拒绝，觉得你现在没有办法也 OK。因为这一个责任跟这个功课会丢回到对方身上，而不是你要去承受你给的回应。他这边要你知道说，当下的舒适感、坦诚最重要。好，那因为钱币10在这边，他有说，你表达你受到被表白的一种喜悦，跟你决定要不要在一起没有关系，而是你要很幸福的，或是很开心的，感谢有一个人这么喜欢你，还跟你这样子表达，你感受到那个幸福。无论你要拒绝他，你也要表达出你很幸福的感受到有人的喜欢，但是你要用理智的方式跟他说，可是现在我觉得还不行，或是还要再等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对方能够感受到他的坦然，他的诚实，有被对方真诚的接收住、接到了，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才说跟你的决定没有关系，而是你要坦然的去感受对方的真诚，而你用一种很幸福、很受喜、很感恩的心去回应。回应什么就没那么重要，回应什么就是看你的当下的状况的决定了，都可以。那这边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关系往下会慢慢变好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你在这一题里面会学到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瞬间。那这边先提醒你了，他为什么这边要提醒你？因为大部分的人在那个瞬间的时候会忘记，会变得比较自私，会变得比较在乎自己。其实忘了感觉对方拿出了多少的勇气，跟拿出了多少的真诚来表达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说，好好的回应对方很重要，好好的回应每一个人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被打扰了，或是我们被人表达了真诚表达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回到一种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自己的状态，而只考虑到自己。其实，像同样的，对于对方，他也在他的活生生的世界里，所以好好的感受对方的真诚所带来的幸福，再好好的用这个幸福来去回应你的答案，很重要。回应你的表达很重要，所以好好的回应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哦。好，那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小方法啦。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对方，就先不要认真回答，不是先不要认真回答，就先不要随便回答，然后认真的告诉对方说让我想一下，然后那个时候你去问你的朋友，这边有在提示说你的朋友看这一个人比你看得准，这边有这个小小的提示而已哈。那这个就只讲到这里就好了。他这边才出现一点点你的朋友来确定这个人好不好，蛮重要的，因为好像有说在这一份感情里哈的表白这一个瞬间，或是在他表达前，其实你没有看清楚对方的样子啦。这边有这个讯号，所以问一下你朋友，说这个表达的人如何，从他们的眼睛帮你的盲点突破一下。这里有说不是必要的，但是蛮有用的。问问你朋友蛮有用的哈。好，为什么说问问你朋友说？因为这边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你身上有某个在感情上还没有打开的智慧。目前你身边有朋友有，然后这个智慧会从你的朋友口中讲出来，然后你会从来没想过，对于看待感情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那这个很难再往下深入。他这边给的讯号就只有这样子，然后只是转达给你，我帮你转移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你们两个人的连结部分哈。来，来看一下你们连接起来的状态。那这个，好，好，那其实这里已经看到不错了哈。这边牌面其实有蛮支持，或是蛮鼓励你去接受它，因为这个人所带来的那一种很特别的惊喜啊，惊喜刚刚说的水能量爆发，会让你进入一个全新的对于世界的求知欲啊、好奇心啊、探险欲或什么的，它会为你带来一种全新的动力，跟你原本的生活会有所差别。哦，这个人不会带你进入你所预设的恋爱的稳定状况，反而是会带你去一段全新的奇幻世界。因为这个人太有趣了，我只能这么说，他跟你以为的爱情不太一样，他朝向一种更梦幻、反正就更梦幻式的恋爱生活跟生活里。如果你想要好奇这一份探险，其实你可以接受它。对方的土能量很少，所以他是活蹦乱跳的，非常活跃于他的生命里的人。但是症结点就是在你不一定能跟上，所以可能要放松的被他带领，还蛮重要。哦，
那如果你答应了要相处了，你们其实两个人的角色在彼此生活里是扮演对方的理智的那一面，而且你的理智面会比他的再更多一点，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处会达到一种互补啦。互补，也许你本来就也是情绪比较多的人，可是相对于他，你会更需要拿出更多的比较理智的逻辑的判断的，适时的要泼他冷水，适时的要把他这种活蹦乱跳的思维、空想的天马行空的思维打断。这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需要常做到的事情。他会接受，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常常都有点太脱轨了，去想各种事情，也不太不现实。这也是他会喜欢你的部分呢，因为他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有很多东西不在他的预期逻辑里，所以你真诚的表达你跟他不一样的想法很重要啊，在这份关系里，因为他本来就已经知道会不一样了哈。来，再往下看一下，还有再2张。好。有没有？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哈。你们两个的相处在最接近的时候，确实还是一种精神强大跟理智强大的一种状态啦。就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总之你感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情绪来袭时，你要用比较好的理智的状态去提醒他说要冷静下来。好，但是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个人其实是情感上非常澎湃的，他也算是有个生命力很强的，可是他的生命力不是火能量那种爆发型的，它是水能量瀑布型的那种使得下大雨、狂风暴雨型的午后雷阵雨的这种能量，很复杂，但是千变万化，很有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要保持安静，保持着耐心，你就能够欣赏他所带来的世界，而且适时的用相对于他的较为理智的方式来提醒他要在冷静下来，要再想多一点，要再现实一点，你们的相处就会非常融洽。那以你的角度，其实你可以大部分时间都放轻松的去欣赏这一个人，或是跟着这个人所带来给你的一种无限的惊喜就可以了。好，大致上就这样。这次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